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8岁赵丽颖对比35岁谭松韵，老天赏饭吃与科班演技差距一目了然。年代剧扎堆却难现人世间的深刻。我的山与海中，谭松韵的表演虽有科班功底，却因生活阅历不足显得稚嫩，而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里将野心与沧桑刻进骨血，证明了圆脸也能驾驭时代洪流中的女强人演技的差距，终究是天赋与突破的较量。2026年开年，年代剧就跟以前的古偶下饺子似的，五花八门的往下砸，却没有一部能有人世间那么感人肺腑，也没有风吹半夏的爽快的经商套路能一眼惊艳观众。除了浮于表面的套路化恋爱，就是乱七八糟的反派搞事，生活化气息减少，套路化增多，年代剧的烟火人间逐渐消散。当每一个类型开始扎堆了，证明观众早已经腻了，就不是什么好征兆。即使是用心做剧，也难以挑起兴趣，反而还会被诉诸高要求。谭松韵主演的《我的山与海》便陷入了这种困局。即使谭松韵讨喜的外形让观众有着极佳的好感，依旧救不回狗血的剧情，甚至还连累到谭松韵被人质疑演技不够好。确实，谭松韵在《我的山与海》的哭戏太过小孩化了，母亲墓前被父亲训斥这段台词不如王劲松刚劲有力，柔柔弱弱，显得接不住戏。毕竟年纪已经不小，即使脸上胶原蛋白依旧，可眼角眉梢还是能看到岁月的痕迹，仰着头干嚎的情绪还不及王劲松的一句我不配。手撕韩冰的时候也是，剧情很痛快，揭穿了韩家兄弟的算计，但谭松韵却很平静地诉说着台词，整体都充斥着一种毫无感情的平滑。但脱离了人设谈演技本就很离谱。方婉之是70年代的大学生，更是千金小姐般的配置，没吃过苦头，也没跟人红过脸，受过委屈。同样是哭戏，深圳父女再见，她跟父亲说好了，然后目送父亲离开的时候就正常了好多。微微翻红的眼眶，隐忍不舍的眼神，始终留意着父亲离开的方向。这个时候她已经不敢哭了，捂嘴擦脸，很多小动作硬生生把眼泪憋回去之后，转身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。不仅震撼于方婉之的成熟，更震惊谭松韵演技的在工地干活自有风险。这不，刘柱就盯上方婉之，趁着没人的时候以喜欢之名行骚扰之事，吓得方婉之手足无措。冷静过后，跟刘柱谈过，也跟刘柱的爹谈过，发现毫无用处，险些把自己气笑了。依旧还是可见她大小姐的体面在身，严厉除了不敢置信，也说不出重话。方婉之身上的学生气实在太重了，不同意懂情的成熟，以及倩倩的世俗，她确实不够出彩。尤其是丢到社会上去，她就像刚出校门的毕业生一样。虽然行为很碍事，透着一股好欺负，但看进去后会发现她的代入感很强，不会吵架，不会过于提防人，人心难测，是用一次次吃亏换来的经历。谭松韵入行18年，北电毕业生的专业化演技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科班教学，科班授课，不出错，很稳当。与其说她是因为长相受限，圆脸显得幼小稚气，演得了最好的我们，演绎纯真的校园氛围下的女主，一旦脱离了既定氛围，戏路很窄。但不如说她是演技上的求稳，反而限制了发挥，优势明显，劣势不显眼。我的山与海年龄跨度很大，从少年青葱岁月到事业有成的女强人，到后来就连头发都变成了大人模样，波浪式的卷发，
灰色西装毛衣穿搭，简直像是那个年代走出来医院。但脸上一笑起来，还是落入了他惯常的表演套路，像小孩偷穿大人衣服，并没有女企业家的味道。大概为祭奠养母，发型都向这个方向靠拢，却有着天差的别的差距。生活阅历没有加持在演技上，不够稳重，沉淀下来，即使换上发型，也是别扭的。已经尽量在融合，却缺少对于那个年代的经历，怎么演都透着一股演的味道，不自然。就像父母爱情没停，前期的少女戏份其实也就那样，真正精彩的是她后半部分发自骨子里自然而习以为常的演技，才是封神的经典。梅婷在年代剧的天赋是极佳的，生活里一举一动都能让观众看到自身影子，且时间跨度从少女到老妪，她都能拿捏，这才塑造出了百看不腻的经典。谁又能想到，她其实是旧场临时去的，一开始拍摄坎坷不断，可就是凭借自身灵气以及经验演出来了。不是说谭松韵没演技，而是她没经历过70年代的事，一切都靠自己品味角色背后的变化，这就很吃天赋。而谭松韵选择了保险的演法，前期还有容貌加持，越往后从只言片语的预告就能品出来，演得很收敛，不出错也不浮夸，很克制，能兜底，但对演员不够添砖加瓦的出彩。创业流就该酣畅淋漓才对观众胃口，否则体会不到女主从无到有的欣喜转变以及心态上的震撼。赵丽颖大概就是另一种相反的路子，她靠着天赋以及对于角色的抓取，揽获各路大奖，大满贯之差一个白玉兰了。风吹半夏的女强人路子亦是她趟出来的路子，也心血在脸上，在全是男人的商业桌上，只有她一个女人，她的情绪一个回眸便足以体会，杀气腾腾的苦儿姐，生人勿近啊。圆脸从不会成为她的桎梏。还记得她出火的时候说，以前选角剧组都说圆脸不够大气，形象上很局限，我们不要，别想了。很长时间内内娱流行大青衣脸，端庄雍容，国色国香的古典审美。当一种审美成为流行，就一直存在，一如现在的白幼瘦，追求上镜纤细一眼。至于其他位于中间层的长相，不上不下的，除了演配角，再无其他出路。可赵丽颖不服气啊，她就是要等这个机会。新还珠的晴儿，她的脸偏可爱，比不上王艳端庄稳重、大家闺秀的娴静气质，只是比其他演员要好，就这么被观众记住了。一路走到风吹半夏，已经彻底把成熟女性的魅力捏在手里。饱经风霜，谁也不信4个字摆在了脸上，以为她习惯了这种高情绪的角色，就一直在这个里面打转。转眼间她跑到小城大市，硬生生把一个内敛的角色演出极致的风头。同样是内敛式的演法，把38岁赵丽颖对比35岁谭松韵放到一块对比，差距确实一目了然。老天爷赏饭吃跟科班演技的差距一下就出来了。肆意张扬的笑容，仿佛那个时代蒸腾向上的气势。年代文里面唯一的女大学生，形象一下跃然纸上。哭戏最考验演技，确实如此。李秋萍哭的机会很少，唯一大情绪输出是面对男友的分手、背叛式的行为，以及最后得知老林死了。她很多时候情绪很淡，因为关系到岳海，谈事的时候她不得不冷静。但皱起的眉头是她对老林的死的尊重，大事面前她的克制。先办完了事，保住水泥再说。即使事情解决完了，她哭也紧咬牙关。多年干部生涯的理性贯穿了李秋萍这个角色全剧，但情绪却始终存在。演角色传递情绪是对赵丽颖演技最好的形容。如她的性格一样，
有股能豁得出去的刚烈，敢于尝试。干演员这行，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，天赋好啊。而谭松韵本身就是很低调、守得住安静的人，演戏的时候也比较守旧一些，专注拿捏着自己学到的知识，学以致用。这样的性子不好打破自己的演技习惯，就容易拐进舒适区。稳定但不突出，这也是谭松韵目前真实的处境写照。